嘿嘿嘿。嘿，大家好，我是猪油怪。今天呢是一期规则介绍，我们来学习一下帕米尔和平第2版的游戏规则。游戏的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 Cole Wehrle， 也就是 Root 茂林园记的作者。他和他的兄弟2个人共同创办了 Wehrle Geek 这家小的工作室，专门出版一些历史题材桌游。那因为涉及到历史题材，所以猪油怪在展开讲它的规则之前呢，需要给屏幕前的您稍微补充一下它的一些故事背景。那这部分呢，我也是收集这些资料，现学现卖，所以哪里如果讲的不准确的话呢，还希望屏幕前的您帮忙指正。话说，在19世纪，当时英俄2国因为相距较远，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又是共同作战，所以双方在名义上其实是同盟国。在亚洲方面，英国占领着印度，设立了东印度公司，但俄国人不断向南扩张的行为，也让大英这边多少有点忌惮。大国博弈最终的结果呢，就使得印度北边的阿富汗沦为了战争缓冲区。历史上19世纪的阿富汗这段持续了近100年的时期，被称为大博弈 The Great Game。阿富汗最终幸免于难，原因首先是欧洲战场上德国人的崛起，牵扯了2大帝国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阿富汗人在2大帝国之间的拉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帕米尔和平当中，玩家将直接投身到这场大博弈当中去。我们扮演的是阿富汗当地某部落首领，玩家要机智地游走于大国势力之间，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冲突面、对立面去为自己的部落去谋取利益。最终分数最高的玩家呢，将获得游戏的胜利。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分数代表的是什么？玩家又该如何获得它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部落与大国势力之间的关系。大家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些粉色、黄色、外形帅气的方块，它们分别是英国、俄国的军队和道路，他们是本次大博弈的主角。这些棋子也不属于任何一名玩家。而在他们身旁，颜色有区分，身材矮小一点的是玩家标记。每个玩家有自己的颜色，这些标记如果出现在地图上，我们就称其为部落；如果出现在卡牌上，我们就称为间谍。所以大家从棋子的外形不难看出，玩家在这场大博弈当中其实是作为配角出场的。但不要紧，配角同样很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玩家们虽然不直接拥有这些单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同盟关系对其中的一些方块进行操控。游戏中，玩家们会用到各自的圆盘来实时追踪自己的同盟状态。比方说，转到这里表示我和大英是同盟的，转到这里就表示我和俄国人是同盟的。同盟关系并不稳定，是可以动态改变的，这个呢也是游戏的一个核心，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好的，试想一下，假设我们现在和大英处在友好关系，我们利用情报人脉的优势，帮助他们获得了某次局部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后这些英国佬奖励给我们一些好处，其实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下次战争来临时，这一次我们突然倒戈和俄国人友好，帮助他们获得了胜利的话，再从这边也可以捞到相应的好处。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呢，在游戏内其实就是分数，分数只会在战争事件结算时发放。像这样的战争，一局游戏会发生最多4次，对应游戏内这4张战争事件牌，分数没有其他来源。好，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能搞懂我们这些部落首领在这场大博弈当中的位置了。那除了英俄这2大主角之外，地图上其实还有第3种颜色，绿色的方块，它们代表的是阿富汗本地势力。在前面的讲解中，我把绿色单独拎了出去，主要是怕大家搞混刚才那一大段逻辑。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虽然绿色代表的是阿富汗，但玩家和他们之间最多也是同盟关系。大家可以简单的把他们理解为是阿富汗境内的另一派系，和玩家的部落关系非常一般的那种。所以无论是绿色、黄色还是粉色，游戏内我们对他们3方的棋子处理方式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这里呢，我们顺便下个定义，在玩家圆盘上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是同盟势力，未出现的2组呢，我们称之为是敌对势力。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开始讲游戏规则了。让我们从初始设置开始讲起。首先将地图铺开，放在桌面中央，6枚地区统治标记按图形放在对应区域，在地图上方放置市场板。接下来最为繁琐的工作，构建本局游戏的抓牌堆。卡牌总计分为3类，朝廷牌100张，事件16张，战争事件4张。
三者的卡背完全相同。把它们分别洗混后，首先拿取朝廷牌，发成6摞，每摞张数为玩家人数加5。我们视频当中按照最佳人数4人局为例，每摞发9张。剩余朝廷牌放回盒子，然后拿起事件牌，我们从左手边第2摞开始放置2张，右侧的4摞各放1张，其余的丢回盒子。最后在右侧的4摞各放上1张战争牌。6摞分别再次洗混后，像这样依次叠放，组成抓牌堆。像这样一顿操作过后，战争事件牌呢就会均匀的分布在抓牌堆的下方。之后我们从抓牌堆翻出前10张，组成市场。好，镜头看向地图左侧这里，我们将花色指示物放在紫色位置。这里总计有4种颜色，分别对应政治、情报、经济和军事。它们与游戏的核心要素朝廷牌左上角的花色对应。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妨先花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朝廷牌的 UI。这当中呢，有的部分大家可能听不完全懂，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建立一个初印象。卡牌左上角花色，花色下方星星代表的是卡牌强度，强度1到3不等。在卡牌下方每个方形边框里都是卡牌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卡牌行动的强度与我们卡牌自身的强度，也就是刚刚说的星星数是对应的。比如这2张牌，同样的图案在这张牌上强度为1，而在这张牌上强度为2。图标的美术呢，也在提醒玩家这一点。接下来大段的文字，大家不要怕，这个都是知识性内容，与游戏无关。而卡牌上这2个位置，它可能会带有绿、粉、黄3种颜色，对应的是我们主角团3方势力。先看上面这一栏，大部分牌这里都是白色底的，那如果有颜色，我们就会称这样的牌是爱国者。反观下方这里，如果有颜色横条的话，它代表着某一方势力想要他的命。一般来说，某一方的爱国者同时也会是另一方的心腹大患，所以我们称这样的牌它是潜在的战利品。好，那爱国者和战利品都可能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转换，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展开。最后，卡牌正上方有地区的名字和图形，与地图上6个地区相对应。地区信息呢，它指明了每张卡牌右上角这里我们最后一部分 UI 了，在我们打出它时要立刻结算的一次性效果发生的地点，所以它指明了它的地点。所以比方说这个图标就让我们在波斯地区放置一枚黄色的军队。好的，我们回来，花色指示物。花色指示物我们放在紫色，我们说紫色是当前的活跃花色。具体含义呢，我们暂且不表，大家现在简单的理解为是紫色的朝廷牌，它们现在处于有利的位置。再接下来给每名玩家分发玩家板4枚卢比，玩家颜色的同盟圆盘，10枚援助指示物放在玩家板的指定位置，再将带花纹的援助放在0分的位置，剩余的卢比与英、俄、阿3方势力的方块放在一旁，组成供应堆。最后随机决定一名玩家，由他开始选择起始同盟阵营，之后按照顺时针次序，大家依次完成这一步骤，由最后完成这一步骤的玩家担任本局的起始玩家。这样 setup 就完成了。在帕米尔和平当中，游戏不存在轮的概念，玩家按照顺时针的顺序去依次执行你的回合，直到我们4张战争事件全部结算完毕为止。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存在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前面有讲到，每一次战争结算都涉及到分数的发放。那如果某一次战争结算时，我们这个分数结算完毕之后，发现一名玩家他的分数领先第2名至少4分的话呢，那么游戏呢就会提前结束，由当前分数领先的这名玩家直接宣告游戏的胜利。那如果游戏没有结束的话呢，我们还是按刚才说的，就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去执行你的回合。你的回合呢，总共有2个阶段，分别是行动阶段以及清理阶段。其中行动阶段是主体，玩家获得2个可分配的行动点去执行购买、打出以及卡牌行动。对，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卡牌行动。除此之外，玩家还可以不花费行动点去执行任意数量的奖励行动。所谓奖励行动的话，其实就是活跃花色牌上的卡牌行动。也就是说，开局紫色牌上的行动呢是不耗费行动点的。大家是不是把前面讲的都串起来了呢？好，行动均可以放弃，但一旦开始要完全结算完毕再开始下一个，顺序完全由玩家决定。行动阶段结束后就是清理阶段，玩家会简单整理玩家区域以及市场，为后面的玩家回合做准备。好，流程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行动阶段玩家可以做哪些事情。先来看购买，玩家从市场当中选择1张牌，在所选牌左侧每1张牌上放上1卢比，
再将该牌添至手中。购买结束后，市场不会立刻填补。若该玩家在同一回合再次执行了购买行动，第一次购买期间放过卢比的牌不能被玩家选择。支付费用时，如果遇到空格，费用就放在另一行对应位置的卡牌上。如果购买的牌上有先前留存的卢比，则可以一并获得它们。因为没有起始手牌，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购买行动，大家一上来都会去做。刚才说到购买的牌会进到手牌，所谓手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玩家区域下方，这里我们称之为是手牌区的地方。那这一点呢，也是帕米尔和平和大部分桌游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规则里面其实没有严格要求玩家把手牌拿在手里，而是完全允许玩家去把这个手牌公开的摊开在桌面上面，让这个游戏变成一个完全信息公开的一个游戏。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只需要在游戏开始前跟身边的朋友商量好，今天到底是明牌打还是暗牌打就可以了。好，下方这里呢是手牌了，上半边这里我们就称为朝廷。朝廷很显然就是存放朝廷牌的地方。第二种行动打出，也就是从手牌当中选择一张打到上面来。如果之前朝廷当中已经有牌的话，我们就要选择打在最左还是最右。好，大家记得我们前面讲 UI 的时候有提到，打出卡牌时要结算其右上角一系列的效果，地点信息决定了它们发生在哪里。玩家结算时必须严格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结算，不得放弃。这些图标的含义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横向方块代表道路，如果是灰色图标，我们就从供给区拿取当前同盟阵营的颜色方块，以卡牌所指的区域为起点，横向放置在某一边境上。同一边境上可以有多个相同或不同势力的道路。如果图标带有颜色，我们就放置对应颜色的道路。下面竖向方块代表军队，一样的逻辑，图标是灰色的话，我们就拿取同盟阵营颜色方块，直立放置在打出卡牌上方所示的地区内。同一地区可以有不限数量的相同或不同势力的军队。贷款，从供给区直接获得2枚卢比。之后的游戏中，如果这张卡牌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了你的朝廷，玩家需要立刻归还这2枚卢比。如果不能付清，则要通过弃掉朝廷牌或者手牌来偿还差价，一张抵1块。如果没有足量的卡牌，剩余欠款则无需偿还。放置间谍，在全场包含自己的所有玩家朝廷中选择一张与刚刚打出的这张地点相同的牌，将玩家板最左侧的圆柱放在上面。同一张牌上可以有不限数量的来自相同或者不同玩家的间谍。放置部落，将玩家板最左侧的圆柱放置在地图上卡牌指向的地点。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的定义，关于地区统治。首先，放置部落这个图标本身只会出现在紫色政治人物牌上，这些政治人物拥有话语权，而玩家的部落标记就是话语权的象征。那么要争夺地区统治，玩家在该地区至少要拥有1枚部落标记。至于统治权的归属，则取决于玩家的部落数和各自同盟阵营在该地区的军队数量的总和。道路呢不算在内。如果数量存在绝对领先，我们就说该玩家统治该地区，并且由他保留地区统治标记。统治权会随着部落以及军队数量的变动而改变。如果出现平局，则无人统治，将统治标记放回地图上。将来如果出现数量反超，则转交给新的统治者。关于统治的意义呢，总共有3点，其中前2点跟我们后面会讲的卡牌行动、建造、征税有关。那么第3点就跟我们当下正在讲的打出行动有关了。玩家在执行打出行动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这张牌它上方所指的地区存在一个统治者的话，那这名统治者可以向当前正在行动的玩家征收贿赂，这个贿赂的金额上限为这名统治者在该地区他的这个部落数量。如果这个贿赂金现在行动的玩家支付不起，那么这张牌呢，它就不能打出。最后一种打出效果，改变活跃花色，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移动指示物到指定位置即可。注意，在红色军事牌活跃期间，购买行动的费用翻倍。举个例子，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想买这张牌的话，我需要为它花费4卢比。购买、打出2种行动讲完了，最后呢就是卡牌行动，也就是玩家朝廷当中卡牌下方的这些行动图案。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耗费行动点使用，也可以在匹配活跃花色时作为奖励行动，不耗费行动点执行。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玩家同一回合中每张卡牌最多使用1次。以这张牌为例，它上面虽然印有多个行动图案，我们也只能选择其一发动。发动之后，我们可以轻轻地旋转这张卡牌去做记录。
那在我们展开讲卡牌行动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例子来帮大家快速梳理一下前面所讲的内容。接下来这个例子里呢，会涉及到个别没有讲到的卡牌行动，大家还是先不要在意细节，以感受流程为主。好，轮到我的回合，这是我的玩家区域。因为现在花色指示物在紫色，我朝廷中所有的紫色牌都可以作为奖励行动，不耗费行动点去使用。我选择先执行这张牌上的征税去拿钱。这张牌使用过后呢，我就把它转一下去做记录。接下来我的第一个行动点执行购买行动，花费刚刚得到的卢比去购买一张牌，费用呢就放在这里，牌我放入手牌区。之后第二个行动点，我选择打出这一张，把它放在队列最左，结算右上角这一系列图标。其中最后一个图标呢，可以让我改变当前的活跃花色到蓝色，这意味着我朝廷中现在所有蓝色牌可以作为奖励行动去使用了。比如我现在可以这个样子，再这个样子。好，这大概呢就是玩家行动阶段的整个流程了。行动阶段过后就是清理阶段，清理阶段4个检查。首先在朝廷区扶正本回合发动过技能的卡牌，并检查牌数是否超过上限，上限等于3加上朝廷中紫色星星数。所以星星除了卡牌强度以外，还有这个意义。如果发现超了上限，就要弃牌。接下来再检查手牌区，上限为2加上朝廷中蓝色星星数，超上限则要弃牌。再下一步，检查市场最左列，看看是否有事件。如果有，无论是普通事件还是红色战争事件，我们都是弃掉它并结算它。上方的卢比呢，就留在原地。对于普通事件牌，我们结算上半部分。对于战争事件，我们直接进入战争结算流程。战争事件是游戏的重要节点，涉及得分，具体流程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讲。这里再插一句，无论是哪类事件牌，玩家其实可以在行动阶段通过购买行动来主动触发。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在事件牌下方都有写如果购买会怎样怎样。那如果事件是在行动阶段通过购买触发的，比如说像这个样子的话，上方的卢比呢，我们正常收集，但牌并不会进手。对于这些普通事件，我们直接按照下方的文字去结算。通常呢，这里都是持续在场的效果。我们把这张牌放在地图旁，或者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就可以了。对于战争事件，则是完全相同的战争结算流程，我们还是留到后面再讲。好，清理阶段的最后一步，整理市场。如果此时市场上有空格，则滑动市场队列，填补空格，补充新牌。清理行动结束之后，就轮到顺时针方向的下名玩家去执行他的行动阶段。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填坑，来讲一下卡牌行动。首先建造，玩家花费2到6枚卢比，在任何由你统治的地区放置同盟势力的1到3个方块，军队或者道路都可以。所谓统治，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至少有你的一个部落，且部落和军队的总数绝对领先。行动的费用会从右侧进入市场。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要支付4枚卢比，我们就这样摆放。后面讲的每个涉及付费的行动呢，也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处理。第二种行动，征税。根据行动强度，玩家可以获得1到3枚卢比。玩家永远可以向市场征税。比如说，现在行动强度为2，我就可以从市场当中任何卡牌上拿取2枚卢比。如果玩家统治某一地区，那么征税的对象除了市场之外，还可以是任何在朝廷中同样拥有该地区卡牌的玩家。毕竟统治意味着你在这里有绝对的话语权，所以收税也是情理之中的。好，这里还有一点细节，关于黄色经济牌。黄色牌上的星星呢，可以帮助玩家避税，星星总数及其以下的卢比可以被完美的保护起来。举个例子，我目前拥有4颗黄色星星，那么在我的存款当中，只有超过4的这一部分卢比可以被收税收走。举一个完整的例子，我现在总计有5枚卢比，对方控制着 H 地区，执行强度为2的征税时，他可以从我这里收走1块，再从市场拿取1块。切记，征税行动不可以从供给区拿，只可以来自场上。好的，以上2种行动呢与统治有关，剩下的4个就比较随意了。下面是送礼行动，玩家花费2到6枚卢比，将玩家板最左侧的一个圆柱移动到同盟圆盘对应的位置上，增加我们对同盟势力的影响力。影响力与战争事件结算有关，计算方式呢也很简单，我们清点玩家面前所有同盟势力图案，图案可能来自圆盘本身、朝廷牌中的爱国者以及被刺杀的战利品。战利品后面马上会讲到，它们呢会像这样被压在圆盘之下。那影响力呢就等于图案总数再加上送礼数。
影响力与战争事件结算有关。这里我们就不妨来展开讲一下战争结算。战争事件发生时，我们检查地图上是否存在某一方势力，它的军队以及道路总数超过了第二名至少4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说该势力主宰了本次战争。那么，所有当前与该势力同盟的玩家，按照影响力排行，分别可以收获5分、3分和1分。之后呢，我们会移除地图上所有的方块，仅保留部落标记。反之，如果没有任何一方主宰战争，3方势力的方块呢，则全数保留，并且分数呢不再与影响力挂钩，取而代之，我们考察的是玩家面板上援助的剩余情况。剩余援助最少的玩家呢，获得3分，第二名获得1分。剩余援助越少，说明玩家的部落与间谍越多，自然呢也是各方势力讨好的对象。无论上述哪种情况，计分时如果出现了平局，我们一律呢都是相加对应排位的分数，在均分向下取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游戏最后一次战争结算分数会双倍。继续来看卡牌行动，下面来讲移动。根据行动强度，玩家可以拥有1到3点移动力。每一点移动力，玩家可以移动1名同盟方的军队，沿己方道路移动到一个相邻地区，或者将某张卡牌上自己颜色的间谍移动1格到相邻的卡牌之上，同一个单位可以移动多次。对于间谍来说，不同玩家的朝廷牌其实也是相邻的。我们定义一下，一名玩家最左侧的牌与其左手边玩家最右边的牌是相邻的，反之亦然。间谍的存在会关系到2个事情，第一，有关下面马上要讲的刺杀行动；第二点，有关所有卡牌行动额外的花费。这一点呢，非常类似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地区统治者在其他玩家打出行动时收取贿赂金的这个逻辑。如果某一张牌上存在其他玩家颜色的间谍，且某一方的数量为绝大多数，我们就说这张卡牌被这一方所劫持。卡牌拥有者如果想执行该卡牌上的行动，劫持方可以向其收取上限为这张牌上它的间谍人数那么多的贿赂。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2卢比，如果支付不起，就无法执行该行动。好，刺杀，选择任意一张有你间谍所在的卡牌，支付2卢比到市场，并将该卡牌移除，卡牌上的间谍回到各自玩家板上。刺杀行动可能导致2件事情。第一，我们称为政权颠覆。政权颠覆是影响战局的关键。如果被刺杀的对象为该玩家在某一地区仅有的一张紫色政治人物牌，那么在刺杀结束之后，该玩家在地图上对应地区的所有部落标记也将一并被移除，这名玩家丧失了在该地区的所有话语权。除此之外，刺杀还可以导致同盟阵营的改变。如果被刺杀的牌在这里有颜色横条，那么玩家可以在刺杀之后呢，把它作为战利品收藏，也就是倒过来放置在同盟圆盘下方。这张牌呢，不再具有任何技能效果，只要露出这一部分颜色和图案信息即可。如果战利品的颜色与原来的同盟一致，那么阵营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你们之间的友谊呢进一步加深了。相反，如果颜色不匹配，这个时候玩家面临2种选择，要么不改变同盟，直接弃掉这张战利品，要么立刻改变同盟，转动同盟圆盘匹配战利品的颜色，同时弃掉所有礼物进度放回玩家板，之后再弃掉原阵营的爱国者以及战利品。所有上述举动全都是向新盟友去表明自己的立场。好，说到这，我们再顺便补充一点有关爱国者牌的细节。玩家打出爱国者时，其实同样会触发阵营改变，与获得战利品类似的逻辑，如果阵营一致，则无事发生。反之，我们就需要在打出效果结算之前去转动圆盘，弃掉礼物，弃掉原阵营爱国者以及战利品。最后一种卡牌行动，战斗，选择一片战场，根据行动强度消灭其中1到3枚敌对势力单位。战斗可以发生在地图上某单个区域，也可以发生在某一张朝廷牌上。我们先来看发生在地图上的战斗。玩家可移除的单位可以是敌对势力的军队和道路，也可以是与敌对阵营同盟的玩家部落。举个例子，假设战斗发生在这里，我们执行一个强度为2的战斗，我就可以移除这个部落以及一个道路。类似于刺杀行动导致的政权颠覆，如果在这个地区一名玩家全部的部落标记已经被移除，那么在他的朝廷中所有该地区的紫色政治人物牌也将全数被弃掉。好，再来看发生在卡牌上的战斗。
卡牌上的情形简单很多，可消灭的单位就是其他玩家的间谍了。即使双方有着相同的盟友也没有关系。战斗行动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每次战斗行动，玩家可移除的单位数量，除了行动强度本身外，还同时取决于己方的战斗单位数。在卡牌上，战斗单位自然就是己方间谍。如果我们只有1名间谍，即使行动强度为3，我们也只能移除1名间谍。在地图上，战斗单位指的就是同盟方的军队。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只有1个军队，那么无论行动强度为几，我们最多都只能消灭1个棋子。视频最后，我们再来补充几点前面没有讲到的零碎细节。第一，卡牌上可能会存在一些特殊能力，只要卡牌还在朝廷之中，文字描述的效果呢就一直生效。第二，关于贿赂金，无论是出于地区统治还是间谍劫持，当前行动玩家均可以通过嘴炮的方式令对方放弃部分甚至全部。第三，清理阶段，填补市场时，如果场上同时出现了2张战争事件，则立刻丢弃这2张牌，并且结算1次战争。结算过后再次填满市场。如果这2张当中包含了最后的战争事件牌，那么结算的分数同样会双倍。最后一点，游戏结束时如果出现平分，则由朝廷中红色星星数更多的玩家获胜。如果依旧平局，则剩余卢比数最高的玩家获胜。如果还是平局，则由最会烹饪中东美食的玩家获胜。好的，这个就是帕米尔和平第2版的桌游规则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这个游戏的话呢，其实还有 solo 规则以及相应的一些 solo 卡牌。不过这一部分的话呢，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关于这个游戏有任何的规则方面的疑问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桌游怪看到的话呢，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大家如果喜欢桌游怪的视频的话呢，可能大家一定要3连支持我们的内容。那今天到这里吧，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